尖咧搞嘢，叫叫叫鬼片。这种听恁我都很感受。 边擦泪边回话，黄文忠家属认为凶三案起诉只是给一个交代而已，先把赔偿谈妥比较重要。应该是去医院的，我的反正这个过去吃不加快协商，我嘛爱想我。他军方有跟你谈好的吗？跟你谈好。都还在协商中。 国军前要赔犯事的3名官兵也已经被起诉，其中飞弹中士高嘉俊是以业务过失致死、业务过失伤害、过失毁坏武器罪嫌起诉；社控士官长陈明修、中尉兵器长许博维则是涉嫌废弛职务酿成灾害罪。另外，行政惩处也将扩大，因为国防部查出出事的金江舰舰长接任未满3个月，根本不得参与甲级操演。审查的可能是把它误解成是他任职那一天。 向后算3个月，就是131舰队部、舰队司令部，还有就是校准部这3个单位的他的这个承办人跟他的那个上一级的这个审核人员我们都会就处。同样夸张的是，当时舰长不在舰上，是因为他的任务重叠，正在开另一场飞弹警戒预演会议。 又叫他做假钞，然后又叫他这个去做其他的事情，他当然会分心。惩处层级将再提高，如何改进更加重要。实弹的射击的演训，或者说是我们的在实战的状况下，这个授权码就必须由舰长去做管制。接头都会改掉，就是同样的火箭接头，如果你是训练弹的那个头就接不上去。这次修改的费用大概就是线路的钱，就是那根线的钱。 应该是没有多少钱。根据检方调查，凶3误射并无可疑阴谋，也就是说，从参与假操到按下发射钮，全是人为疏失。这些官兵真的可以说是不知军纪为何物。东森新闻 SNG 小组陈真明、张清俊在台北报道。